那金人没追来吧？应该没有。没事了。姑娘啊，我呢叫宋慈，这位是我的兄弟，叫李子芳。敢问姑娘叫什么？啊，我叫白雪嫣。今日不管怎么说，多谢二位了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不过姑娘，你刚用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不用燃烧就可以喷出烟雾啊？哦，那是我自己研制的烟雾丸，自己研制的？将红磷加热升华后冷凝。虽然呢保存不是很好保存，操作起来呢也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防身够用啦。哦，厉害呀！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也是个发明爱好者。姑娘，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姑娘出门在外还得注意安全。没错，像我们这样见义勇为的人不多了。是，那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再见啊！哎呀，难得遇到同道中人啊！也就你这么觉得吧？看不出人家姑娘误会你了吗？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行李还在外面呢，再不去拿别人拿走了。快点，走吧。理有万端，并为一难。须是多方提访，吾令参会归议。宋慈，洗冤记录。只剩最后一家了，如果再没有，只能睡大街了。子芳，其实我觉得宜春院也挺好的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啊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想啊，这宜春院又干净，晚上饿了还有夜宵吃，你想要什么都有，对吧？你还敢回去啊？算了，房间就剩最后2间了，一大一小，大的1两银子1晚，小的房间40001晚，这么贵啊？嫌贵可以不住啊。现在整个雁回城都封城了，爱住不住，有的是人。你这是坐地起价，趁机发财啊！商人嘛，有发财的机会当然要抓住了，是吧？2位客官，你们随意吧。这样吧，给我个大的，小的给他。喂，凭什么我住小的呀？我掏钱，你要不乐意你掏啊。要说请客，客人当然是要住好的呀。对不起，谁说我要请客了？不是，开房。大房间我要了。大姐，骗子，怎么又是你？这位小兄弟怎么说话呢？我正儿八经如假包换的京城6扇门神仆。上令牌。哎，等等，我管你是谁，我们已经订房间了。哎，不，你们只是说要住，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，是这位小兄弟先付的钱，对吧？我这店呢，以钱到桌子上为准，所以这个大房间现在是这位公子的了。哎，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我的客官，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小房间，客官再不定的话，要被人抢走喽。住，我订小房啊。我看你呀比他机灵。最后一间房是你的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怎么？你不是说小房间是我的吗？哎，我不介意收留你啊。这样吧，回头呢，这个房费啊，你出3钱，我出1钱啊。凭什么呀？凭房间是我的呀。多谢。你不会真让我睡地板吧？想什么呢？这床铺是给你铺的，你这身子不是不好吗？睡地板着凉怎么办？哦，你要实在觉得不好意思，这房费多出一点。我就知道你这小心机。哎，也没什么多余的条件，就晚上再请我吃顿夜宵就行了啊。别得寸进尺啊！哎呀，好吧，你要实在想睡地板，那也可以。只不过这地板上呀，虫子多呀。行，我请你还不行吗？哎呀，
你看咱俩都是兄弟，你要实在嫌弃，要不然我俩都睡床上，我也不介意。打住，你跟我得有点距离好吗？玩笑都开不起。好吧，通融你一下，一人一半。对了，西夏使者那个被杀的案子，你准备怎么查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我就是一介平民，在这里什么都不是，你凭什么查呀？以为自己在建阳有个叔叔呀？说不定我拿着叔叔的书信，咱们还能见这儿的镇抚使呢。嚯，你还要这手准备啊？看来是早有预谋啊！某人也不想想这是为了谁。哎，停，别说了，我这就给子枫兄把床铺好。你这也太抠搜了吧！我俩连个肉都没有啊！这封城不知道封到什么时候，这钱省着点花吧。这客栈坐地起价肯定还要再涨价。这越是这样，越是要现在吃哦，以后吃不起了怎么办？先吃完这顿再说吧。我这破案需要动脑，你让我吃点肉，对吧？我这脑子一灵光，案子一破，这城不就开了吗？1、2、3、4，4个馒头不够你吃啊？我得吃肉。哎呀，隐约听到这位兄台说的话，也是来查案的。与你何干啊？我，京城神捕的徒弟。管你是谁，别烦我。既然是来查案的，那你也是神捕，还是捕头？子枫，哪怕你点个咸鸭蛋啊！这位小兄弟，出门在外，我能理解你的意思。要不要一块吃点肉，喝点酒？我看你这吃的有点太素了。哎，你真去啊？豪气啊，兄弟！去，点壶酒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这位小兄弟，刚才问你的话还没回答我呢。破案呢？我的确破过案，那个建阳女鬼霞水一案就是我破的。哎，行，你糊弄鬼呢？以为我真不知道？那女鬼案是镇守府李从新破的，李大人我还是非常钦佩的。我一直就在想，李大人破完案为什么要写辞官信呢？后来我又想，到底是李大人厉害，还是我师傅风不平厉害？你怎么知道李大人辞官信的事啊？这位兄弟，我是风不平的徒弟，在京城还是有些人脉的。当然是听吏部的人说的了。那案子什么李大人破的？那案子是我一个人破的，好吧，和他无关。谁信你啊？你有本事把这案子破了。听见了吧？你自己的人都不信。哎呀，还是把这儿的案子给破了吧。你真的是过来破案子的？不然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参加五国会盟啊？那你认识镇抚使的人？不认识。两位兄弟，你们看看，就这儿的破地方，还有谁能破得了案？也就我。吃饭。你一直盯着邻桌的那2个人干什么？我总觉得他们吃饭的姿势有些奇怪。他们应该是一对兄妹，看起来不像是宋人。先说他妹妹，虽然她穿着宋人的衣服，但缠着袜子，明显这宋人的衣服是不合身的。也许是蒙古人，也有可能是金人，又或者是西夏人，一看就是有骑马的习惯。你看得够仔细啊！怎么？别告诉我你过目不忘的本领，连这都没发现？
我倒是没有盯着姑娘的习惯。我看那名男子用筷子的方式很奇怪。没错，吃的虽然是平日里的饭菜，但是明显，这中原人的筷子他用的非常不习惯。燕回城本就是大宋的地盘，估计来这儿做生意的吧。穿成宋人的样子，比较方便一些。总感觉这一切都非常奇怪。我还以为你在想那个白衣姑娘呢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只是对她有些好奇。这姑娘有点特别，话很少，感觉性格有点孤僻。方才客栈再次遇见，才知道她是药仙。郎当，就这个破地方，居然有这么清新脱俗的美女。哎，你平时都这么直来直往吗？啊。请问，这位女子芳名啊？白雪烟，有事吗？白雪烟？嗯。你就是那位药仙啊？你看看，这也太有缘分了。我们初来燕回城，就听到你的大名。白姑娘，你就吃这么素啊？去，把那肉拿过来。不用了，我习惯粗茶淡饭。白姑娘，不用客气，你可是药仙，日进斗金的人，怎么能吃这么素呢？再说你这么漂亮，应该吃点肉。喂，你这个人好泼皮无赖啊！看见长得好看，非要跟人家吃饭啊？哎，姑娘，这个人好泼皮无赖，你去我们那边坐吧。好，谢谢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哪像无赖啊，白姑娘？赵公子，你回来吧，人家白姑娘出门就是提防你这种人。坐回来。以后呢，跟我叫小六就行了，因为咱们都已经认识了。人都躲着你，你就别看了。您是懂得字画吗？老夫一个私塾贩子，对字画却是一窍不通啊。这幅画呀，是方才我在集市所买。那人说此画出自当朝瑞王之手，要了我10两黄金啊！瑞王的画，瑞王的画，我能看出是真假呀？滚！还是要留意那个女子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你就是职业病。对了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明天我要吃包子啊。行啊，那你明天陪我去找镇抚使，然后我再请你吃包子。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我们的假使者桑加尔明天就会入驻驿站。很好。记住我们的目的，这件事很重要。还有，客栈那些人查得怎么样了？那个有钱的公子自称是6扇门的捕快，但是我看来并不是很靠谱。其他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印象。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女孩叫白雪烟，在燕回城有着药仙的称呼，在这1个月里一直在给人治病，虽然好像有点贪财，但是他的医术是数1数2的高超，其他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了。切莫再要节外生枝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是等。燕回城会有一场好戏，而我们就是这场戏最大的赢家。表哥，我不太清楚。你不用清楚，细节知道的越少，就越安全。那我国会盟让桑加尔去吗？对，就让桑加尔去。不过说不定最后谁都不用去。西夏使者的死，闭嘴！尤其是这件事，
你要当做完全不知道。明天晚上，你就去桑家那边，记住，就把这个人当做是我。是。殿下，这间客栈我探查过了，一共10几间屋子，人员复杂，咱们一切还是以安全为重。殿下，殿下，瑞王的，我现在是神捕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要自然，要自然。是，殿下。我这样抽你嘴。要破案，破大案，那就得深入百姓，了解百姓的生活。出去以后多打听，到处去看看，去吧。是。哎，回来，拿着，没事你也多学学。还有啊，赶紧出去问问西夏使者被杀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越详细越好。这回我要大显身手。是，殿下。还殿下，真想抽你嘴巴！封城期间严禁出城，违者一律按细作论处。封城期间严禁出城，违者一律按细作论处。什么人？不是，偷走了我买的牡丹图。别震。为什么？一幅图区区10两黄金而已，不必为了这点小钱大动干戈，以免暴露身份。可，把窗户关上。这半张字条里藏着一个惊天秘密。难道？咱们把白姑娘找过来，我们大宋的东西不能落入金人手里。嗯，好。白姑娘，这幅画你鉴定过了，是真迹吗？错不了，出自当朝瑞王之手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曾先生很有眼光。我估计连卖画的人都不知道这是真的呢。白姐姐，那个曾先生真的是金人吗？是，他的言谈举止，尤其是他身上所用的香料，一定是金人。白姑娘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曾先生，因为常年行走于宋金两地之间，身上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金人的生活习惯呢？哥，一开始我也这么想，但他那个妹妹的出现，彻底打消了我这个念头。我跟曾先生的那个妹妹交过手，用的就是金人的武功，错不了。那就好。我们大宋的东西，不能落入金人手里。白姑娘，据你估计，这幅画大概值多少钱？至少100两黄金。太好了。那有劳白姑娘尽快带着这幅画到临安城之后出手，我们攒够了银子之后，就送到义军首领李全将军那儿去。嗯，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嗯，白姐姐，你不会打算就拿着画这么明目张胆的出去吧？我忘了。刚好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，你说这个曾先生丢失这么名贵的画，也不报官，也不声张，大概是这曾先生的画也来路不明吧，因此不敢声张。有可能吧？那我先走了。白姑娘请。
哥，白姑娘是个好人，我不想连累她。这件事情我自己做就好。我大夏的大将军李元志，是死在你大宋的燕回城外。不管怎么样，魏大人作为大宋燕回城的镇抚使，必须要给我个说法，以免引起两国的误会。可是你们家大将军是死在你们的军营里，当时是由贵国的使者卫队保护着，并未入驻我大宋燕回城的驿站。李将军，这个责任由我们来承担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魏大人，你是想推卸责任？当然不敢。大宋主持这次五国会盟，我的表兄，也是我大夏的大将军李元志，亲自带人来到燕回城，却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如果因为这件事破坏了五国会盟，你魏平担得起责任吗？两位大人，还请稍安勿躁。魏大人，我相信此次会盟，我们五国都是本着友好和平的态度来的。我作为回鹘公主，一样亲自担任我国的使者，足以表现我们国家的诚意。眼下李将军突然遇害，实属蹊跷。可是我们现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凶手，并将他绳之以法，而不是在这里争论究竟是谁的责任。我觉得吴斯曼公主说的对，与其在这争论责任是谁的，不如我们一起把凶手给找出来。可是李元志大人的死太为蹊跷了，他的中军大帐四周都有卫兵保护着，而他就莫名其妙在中军大帐之内被割手，这说不通啊。确实是很蹊跷，我觉得世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吧。李元志将军死的时候，是不是正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夹着自己的头颅？正是。怎么了？你们听说过金国前国师完颜穆的诅咒吗？完颜穆诅咒？我也是在草原上听我家可汗说起过完颜穆诅咒。完颜穆精通奇门遁甲各种术数，以及驱灵御鬼之术。相传，他用自身精血画下4道诅咒，使用之人需用特殊法门开启。这第1道诅咒所画图案，正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右手将自己的头颅夹在腰间。你的意思是，大将军的死是因为金人前国师的诅咒？若是完颜穆的诅咒，难道是金人干的？哼，肯定是金人。会盟才开始，我大夏的使者就死了，但到现在，他金国的使者还没有出现。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哼，笑话！你们的使者死了，就怪到我大金的诅咒上来。我看这五国会盟，怕不是你们4国联合起来对付我大金的会盟吧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阿兰，大金国使者卓鲁图的贴身侍卫。阿兰，明天晚上你就去桑加尔那边，记住，就把桑加尔当作是我卓鲁图。是。路上风沙大，我们的使者要晚到一阵子，但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，这屎盆子就扣到我们的头上了。这位姑娘息怒，刚才只是帖木儿大人说起李将军的死状，似乎和贵国前国师完颜穆的诅咒有些许的相似。是的，
完颜墓诅咒里面的一幅画而已，但我也没有说一定是你们几人干的。我们不过是在分析案情罢了。再者，你不过是一个使者的贴身侍卫，不在使者身边保护使者，跑来这里质问我们，怕是不太合适吧？原来是公主殿下，我在这里赔罪了。我们的使者怕耽误了会盟，让我提前过来知会诸位一声。阿兰并没有胆量质问各位大人。虽然我金国强盛，但是我们不会不讲道理，仗势欺人。西夏的使者死了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帮着找到真凶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乱用国师的诅咒。是啊，如今没有任何证据，不能随便猜测。我们此次大宋会盟的使者，并不是我，而是我朝太傅韩父韩大人。他稍有些耽搁了，还在路上，还请各位使者到驿站先歇息，下官即刻安排调查此案。给各位一个说法。还希望魏大人说话算话。倘若找不到凶手，我想这次会盟不会有你们满意的结果。客官，您的包子。包子也给你买了。陪我去镇府石府啊！去，我去。走。哎，不，那镇府石府怎么能说进就进呢？家父和家叔与镇府石府的魏大人是旧友，你就相信我吧。哦、走。哎，不，再等等。就3个包子，我一个人吃够，但不能空手去吧？多买几个。你想自己吃就跟我说啊。够了。阿乐，去把门关上。是。魏大人，你真是李泰的儿子？是的，我父亲曾经说过你。我这次来的目的是……等等，你父亲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吗？我父亲的事。我收到你父亲的来信，你看看吧。我离家前，叔父曾收到父亲大人的一封信，里面写着：“不要企图寻找真相，认真考取一个功名。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就在1个月前，你的父亲负责押运一批粮食，送往正在和金人作战的部队，但在路上，听说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。当李将军的队伍经过一个地方时，忽然间乌云遮雨，天空下起大雨，并且来人，在。将军有何吩咐？乃古坡这一带情况复杂，派人去前面查探一下。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趁着天黑下雨，迅速通过这里。是。你们几个随我去前面探查。忽然，周围出现了许多诡异的人影。将士们上前侦查，却发现，将军，这下好像不是人。什么？有鬼！有骷髅兵！冷静，不要乱跑！那是穿着盔甲和士兵衣服的骷髅。
而更为奇怪的是，粮车着火，没有人盯火，所有的粮食却突然着火。都说是阴兵借粮。阴兵借粮？你的父亲因为押运粮草不力，送往京城后被关进刑部大牢，等待审判。魏大人，这粮食真的是平白无故着的火？不止一个人这么说，那些逃回来的押运士兵，都亲眼看到远处大雨中的阴兵，以及莫名其妙起火的粮草，不是阴兵借粮，这是什么？魏大人，在什么地方？埋骨坡，出北关不到100里。那个地方是我们和金人、西夏人多年作战的地方，双方无数士兵在那里战死，因此叫埋骨坡。死了这么多人的地方，阴兵借粮，也不奇怪啊。现在京城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，也不知道这阴兵借粮到底想干什么。那为什么此案没人调查？这怎么查？谁敢查？不行，我要去救我父亲。魏大人，这是我兄弟，他破了很多案子，霞水女鬼案也是他破的。你不是说了也没用吗？我跟他去埋骨坡看看，我相信我能查到真相。希望魏大人给我们些个方便。要是往常啊，我可以安排车马送你们出去。但眼下，西夏使者莫名其妙被杀，事关重大。太傅大人已经传令过来，封城。在此案没有查明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。这何其难啊！魏大人，我今天来也是为了此事。我想早点离开宴会者，去调查我父亲的案子。这里的事情能不能让我兄弟来查？他叫宋慈。不惧浮生的一世化身。